印度国防参谋长拉瓦特意外坠机身亡，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细节？为何各种阴谋论会层出不穷？拉瓦特究竟是死于意外，还是一场谋杀？谁又是最大的嫌疑人？近日，一则来自印度的新闻刷爆网络。当地时间12月8号，印军一架载有国防参谋长比平拉瓦特的米17V5直升机在南部泰米尔纳德邦坠毁，包括拉瓦特与其妻子在内的13人死于事故，仅1人幸存。原本来说，在印度发生坠机事故并不算新鲜事儿，但由于事故主角身份的特殊性，很快这件事儿便在全球各大媒体持续发酵，各种阴谋论也层出不穷。为何印度一个国防参谋长的坠机事故能引起极大的轰动呢？比平拉瓦特作为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被认为是印度总理莫迪的左膀右臂。在其上任的1年时间里，频频在印度媒体上刷存在感，以代表莫迪来展示对边境问题的强硬态度，从而迎合莫迪拉扯民族主义大旗。可以说，拉瓦特就是作为莫迪在一些不便亲自出面的场合上充当莫迪的代言人。这样一个人物，却因一次低级的失误而送命，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因为在事故发生后，印度军方的报道称，当天大雾天气阻碍了飞行员的视线，最终导致事故发生。然而，这样一位军队2把手式的人物要乘坐直升机，军方竟连当天的天气情况都不调查清楚，这实属不正常。因此，不少人怀疑拉瓦特其实是被谋杀的。有意思的是，在一些网络论坛探讨此事时，美国 CIA 竟成为首先被怀疑的对象。原因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刚与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了会晤，俄印双方达成了不少合作，这是美国不希望看见的。而且印度还不听美国的劝阻，执意购买俄罗斯 S-400防空系统，因此引起了美国的怨恨。美国政府为此派出 CIA 制造了印度国防参谋长的事故，以此来警告莫迪。虽然就时间点来看，美国的确有这么干的动机，但直接暗杀对方军方高层的做法，对于美国而言反而是最没有价值的行为。美国在去年的确暗杀过伊朗高级将领苏莱曼尼，但也没捞到多少好处，反而激发了伊朗的反美情绪。而且美国要真的想报复印度，方案有很多，比如经济上的制裁远比暗杀有效得多。另外，拉瓦特还是对华的强硬派，甚至喊出中国是印度最大的威胁。无论从联印为中的政治角度，还是向印度推销更多武器的经济角度，美国都没有理由杀掉拉瓦特。因此这事儿说是美国 CIA 干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即使这样，也不能排除拉瓦特死于谋杀的可能性，因为他的身份过于特殊。除了是印度首任国防参谋长，他还是莫迪军改的关键人物，这其中牵扯的利益就大了。1947年印度正式独立后，组建海陆空三军，尽管在名义上最高领袖是三军统帅，也就是总统，但是在议会制共和制的体制下，印度总理的实权就比印度总统的权力大，总统只是名义上的虚职元首。中央尚且理不清，地方上就更乱了。印度由众多地方土邦组成，由于中央缺乏对地方的有效管控，地方的宗族势力在当地的影响力很大。一方面，复杂的地方情况使得印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军，比如阿萨姆步枪队、锡克教徒军等等。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军在当地树大根深，且与中央的利益不一定一致，这就使得印度中央不得不想办法分化这些地方军势力，以防其威胁中央。我们知道，印度军费支出从来是大手大脚，而军费真正的大头其实在养兵，包括高昂的军队工资以及退役待遇。此外，就是在各种国外的武器购买上，对军队吃回扣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做的目的自然就是收买地方军队的人心。除此之外，印度中央为了防止地方做大，另一个方法就是分散管理。印度三军在过去并没有统一的作战指挥机构，一旦需要执行军事任务，便由内阁总理通过内阁秘书处协同国防部对三军实行统一领导，战时通常授权主要军种参谋长实施统一指挥。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不让军权集中在一个指挥官手中。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印度军队在出动参与围剿地方武装的时候，往往是多军种混编。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中央可有效分化地方军队过于集中，这就使得印度即使有再多内部矛盾，也很难发生兵变。
但这种方式也有坏处，那就是战时指挥作战权过于分散，不同军队的协调都可能在沟通与配合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导致在战场上兵不识将，将不识兵，战斗力直线下降。实际上，早在1999年，印度的委员会便推出了国防参谋长这一职位，以解决军队管理效率问题，但由于各方利益牵扯太大，最终不了了之。直到强人莫迪上台后，莫迪迫切希望加强自己对地方的掌控力。2019年2月，印度与巴基斯坦边境发生冲突，而印军前线一架米17竟被己方导弹给击落了。这就是典型的各军队沟通与配合不畅的问题。有意思的是，印军米17直升机下一次的坠毁，就是这次带走国防参谋长的事故了。似乎冥冥之中自有天意。2019年的直升机误击事件，让整个印度舆论都在抨击印军管理的混乱，而这也让莫迪找到机会将印度军改推行下去。印度军改有2个重点，一是设立国防参谋长一职，二是划分5大战区。2019年8月，莫迪宣布印度军队正式设立国防参谋长一职，并由其亲信比平拉瓦特于12月31号担任首位国防参谋长。而国防参谋长的设立，实际上就是在为5大战区预热。2020年，莫迪政府宣布，印度军队将划分为5大战区司令部，分别是北方司令部、西部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半岛司令部、海军司令部。这些战区将分别负责不同地区的协防工作。根据计划，5大战区将于2022年正式成立。尽管此时的国防参谋长拉瓦特更像是国防部长的秘书，没有决策权，但一旦5大战区成立，国防参谋长便是直接的3军统帅，大揽军权。为此，拉瓦特必须要在军改完成前狂刷威望。于是乎，我们就能看到拉瓦特频繁在边境问题上展现对中国的强硬态度。这样一来，拉瓦特在印度民众内部便刷满了存在感，到时候统帅3军之时，也就不必担心无法服众了。其实可以看出，印度军改与如今中国设立的5大战区很像，而中国又是典型的中央指挥军队的模式。但这样一来，印度地方军队的蛋糕就要被动了。原本地方与中央达成默契，中央给地方好处，地方也不动摇中央。多年来，双方也是相安无事。但如今军改可以看出，莫迪对地方明显还是不信任的，要通过空降一个3军总参谋长的方式，将地方军队的控制权掌握在中央手中。然后眼看还有1个月就要进入2022年，突然发生变故，国防参谋长拉瓦特意外殒命，莫迪这2年的军改工作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阻碍，拉瓦特上任1年多，塑造的威望瞬间消失，军改毫无疑问将受到干扰。就拉瓦特的死能获得最大收益这一点来看，如果说他真的死于一场谋杀而非意外的话，那么最大的嫌疑人也就显而易见了。